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感恩大家来参加线上读书会。今天晚上我们读书会的主题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人在净土身心由己。人在江湖，这个江湖的意思是在比喻呢，一个比喻的概念不仅仅是指古代武侠小说里面的侠客的世界或者帮派组织它更是泛指社会或人生中复杂的环境，也是指复杂多变的人际关系的。那江湖在广泛的这个意义上呢，是代表生活中的各种挑战、责任跟义务等等。那人们常常被现实的生活所逼迫例如说面对生活的压力啦、社会的规范啦，或其他来自外在环境的要求啦，不得不做出许多无奈的选择。总而言之呢，江湖就是象征着一个充满变数跟压力的环境叫做江湖了。那身不由己的意思是什么？人处在不可抗拒的复杂环境跟人事关系中呢，例如家庭啦、职场啦、朋友啦、同事啦，甚至是各种人群团体等等，这些关系有时会限制我们的自由迫使我们不得不做出妥协，来屈从于这个环境，而做出违背我们内心的决定或难以按照自己的理想去做事或生活了。那其实这种人生的经验，我们每个人都有了也很可能呢，这种无奈呢，是目前很多人的心情写照所以这句话可以说，每个人都是常常挂在嘴边动不动无奈就讲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对，相反的这个人在江湖是身不由己，这是无奈的人生相反的，如果人在净土身心由己，那这个就是事事自己做得了主，自己就是主人这就是以心去转境的正向人生那天堂跟地狱，或者是佛境跟魔境，都在一念之间的那净土跟江湖何尝不是如此呢？一切唯心造，不是吗？简单讲就是做自己的要做自己，就要先了解自己，了解自己是谁，了解自己的价值观是什么。要了解自己，就要先懂得反观自照啦，通过反思内省去照见自己的优点跟缺点，强项跟弱项。那自己要先懂得自己几斤几两啦自己先称好了，不要让别人称我们啦这样才能够无论身处何处都能随遇而安，无论演什么角色也都能演什么像什么啦。那这样子的自我认识，就是身心由己啦，跟做自己的基础，也就是自我认识那每一个人都难免会有身不由己的时候嘛。然而如果心能由己虽然身不由己，但是心能由己则无论是处在什么样子的江湖中都能化江湖为净土化地狱为天堂，这样还是可以悠然自在怡然自得这就是快乐自在的人生那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呢？这句话最早不是出自某一个特定的人而是自古以来大家都这样在说嘛很多人都这样子说嘛。不过以武侠小说家古龙所讲的最贴切，因为古龙本身就是一个典型的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人，他一堆朋友兄弟黑道白道都来找他，而他为人豪爽只要能够做得到的，拍拍胸脯就答应人家了。他虽然写武侠小说呢，但却也表现出武侠人物那种豪气万千、喝大杯酒啦、吃大块肉的那种气魄也因为这样不正常的生活形态就跟我们现在很多生意人对要应酬一样的意思啦这个是不正常的生活作息而让自己的身体付出代价，最后弄坏了身体，而英年早逝往生的时候才48岁而已
古龙在生前他常说啊，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啊。那这一句话是古龙自己的心情写照啊。所以江湖这2个字的称谓呢，以后就被很多人去接受跟使用啊，甚至还有了更进一步的含义啊。认为人在江湖是无奈的看着自己的兄弟师友或者挚爱喋血黄沙为了报仇呢10年不晚但是也要面壁10年这个就是江湖啦。后来古龙呢对这个江湖做了总结啦他说有人的地方就是江湖人就是江湖，恩怨就是江湖他把江湖做这样的广义解释，实在很贴切了。因为我们以佛法的角度来解释也是通人心嘛是生住意灭，反反复复非常复杂，这个也是江湖。人群中充满凡夫的习气跟人我是非一种米养百种人看尽众生相这个也是江湖那现在是五浊恶世大小灾难跟瘟疫战争不断，这个世界的局势瞬息万变非常险恶这个也是江湖。因此江湖不是单指说黑道白道那种复杂的生活圈而已把它广义解释也是通江跟湖2个字呢，既可以单用也可以合并使用把它作为专有名词的时候呢，江湖就是指中国的长江跟洞庭湖啦，2个合并起来叫做江湖了那武侠小说里面更经常提及江湖嘛，不是吗江湖恩怨笑傲江湖啦对这个有在看武侠小说的人应该都很清楚那人在江湖犹如人在污泥然而不入污泥焉能开出莲花话是这样讲没有错啦，不过我们要注意一点这个是指莲花而言并不是所有的花都能够出污泥而不染花是这样，人还不是一样不是每个人都能够不被外境影响啦演艺圈呢充满红男绿女，争奇斗艳，勾心斗角，台上跟台下很可能是2种人我们看得到台上，看不到他台下尤其台上是浓妆艳抹跟台下的素颜更是判若两人卸妆之后判若两人，不是吗？这个更容易让人看走眼因为你看到的是他最好的一面嘛，所以粉丝们会疯狂崇拜嘛。那真正的真相你根本都看不到，所以这种真真假假、假假真真、以假乱真、真假不明，也是一种江湖啦。那政治圈又是另一种性质的复杂政党间的明争暗斗政敌间的尔虞我诈、各怀鬼胎，那情节跟武侠小说里面写的也差不了多少，这个也是江湖最近这1-2个月台湾的政坛是多事之秋每日一报高潮迭起目不暇给多少政治人物还未踏入政治江湖的时候呢，还是政治素人形象清新或号称学运领袖青年政治新秀等等。刚开始从政时呢，还能够青年执政让人耳目一新。然而在权力的大染缸长期熏染之后，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把持不住金钱的诱惑，跟迷恋权力的滋味。有的是办公室或住家被检调搜索啦，有的是被起诉羁押啦，有的是因贪渎而丢官职的啦，有的则被判入狱的啦。这些都是政坛江湖的现在进行式那每个国家都差不了多少啦，因为大爱是无国界，凡夫也是无国界，天下乌鸦一般黑啦，这个就是凡夫性众生的习气就是如此例如医生做久了就会有医生气，商人生意做久了会有4块气
官员做官久了会有官僚气，政治圈闯荡久了会有什么权谋气，这些通通称为凡夫的习气啊。在这样各种的人群江湖中啊，不只是身不由己啊，心也是不由己啊。那这样就变成什么苦难的众生了，不是吗？然而也是有身心都由己、出污泥而不染的政治家哦，他们洁身自爱啊，有理想有抱负，为了民主自由而牺牲奋斗、牺牲奉献，令人敬重啊。这样的从政者呢，我们把它叫做政治家啊，这个跟政治家跟政客是截然不同的了哈，所以我们也不能以偏概全了哈。那岳飞的经历可以说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典型例子啊。岳飞大家都清楚这个人嘛，虽然他是一位忠贞爱国的将领啊，一心为国政效力，但他的一生充满了身不由己的无奈跟悲剧哦。岳飞致力于抵御外侮啊，抵御外敌啊，收复失地啊。然而，由于朝廷内部的权力斗争跟投降派的压制啊，他再三的被掣肘而绑手绑脚，无法实现自己的理想啊。最后，他因为莫须有的罪名哦，被奸臣秦桧把他陷害啊。这个故事大家都知道嘛，他含冤而死啊。那岳飞被秦桧陷害后，民间很愤怒啊，就有人用面粉把它捏成那个秦桧的人形啊，然后把它放进油锅里面去炸，叫做油炸桧，秦桧的桧了哦。刚刚讲的那个人名秦桧的桧，那台湾话就叫做油卡粿，这就是油条的典故了。好，言归正传哦。岳飞一心想要光复中原啊，保卫国家，但他所处的政治环境却充满了腐败跟妥协啊。尽管他立下了显赫的战功啊，但朝廷的软弱跟投降主义啊弥漫了，让他无法实现理想。那这种理想跟现实的冲突啊，使得岳飞在实际行动中常常身不由己。岳飞的一生啊，就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生动写照啦。啊，虽然胸怀大志、忠心耿耿，但是还是无法抵御环境的力量啊。最后，他也被迫接受了悲剧的结局嘛。然而，时代在变迁呐，我们的思维也是要与时俱进哦。不但要能合乎现代社会的人心脉动，我们也才能在披荆斩棘中啊，杀出一条活路出来啊，突破重围啊。其实我们不一定要学文天祥的赵汉卿呐，因为我们还有很多选择啊，包括要走的路，跟要想的心路，这个都是选择啊。举例讲了，以前古人告诉我们说，不成功便成仁啊，也是令人可歌可泣啊，对不对？其实这样子的论调，在现在这个时代里面，实在是有商榷的必要啊。因为有智慧的人，他会要求自己要成功不成仁；没有智慧的人是不成功便成仁。那不成功便成仁的意思是什么？拼着老命都要成功。有这样的决心是很好啦，但是万一不成功就要成仁，这个很值得商榷呢。为什么不成功就一定要死呢？再继续努力啊，做到成功为止啊，百折不挠不是吗？所以我觉得古人讲不成功便成仁，有一点呢不顾一切、奋不顾身的心态啊。那现在我们学佛行菩萨道，讲的是悲智双运啊，意思就是说不能意气用事啊，要做菩萨也不能不顾大局而感情用事啊，更不能冲动啊。我们读书会经常提到要沉得住气，耐力变定力啊，不是吗？要忍一时争千秋，或者小不忍则乱大谋，要以大局为重，不要轻举妄动，要从长计议，
不要临时起意啊，这些呢都是宝贵的人生江湖的经验法则啦。要救别人的苦难，就要先懂得保护自己啊，不要让自己轻易就落难了啊，或轻易就感觉自己被伤害，道心就动摇啊。这样不但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啊，还增添同行者的负担，这样就不好。我们不是怕死，而是希望能够死得重于泰山，不要死得轻于鸿毛。因为这个身体是载道器哦，没有身体怎么修行啊？所以要珍惜使用啊，因为身体不是我们的哦，我们没有拥有权啊，只有使用权的。所以身跟心都要同时照顾好啊，这样在人生江湖中闯荡，才会有本钱，不是吗？健康的身体才有本钱嘛。所以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啊？不入江湖，如何能体会人心的险恶呢？那不入人群，如何能闻声救苦，行菩萨道呢？所以不必怕人在险恶的江湖啊，也不用怕身处人我是非的人群。只要我们能够透彻唯心净土的这个道理，则看似江湖，实则净土。因为心净则国土净嘛。那心清净的话，即使人在江湖，心也可以犹如处在净土啊。这样还是身心有己啊。这个功夫叫做自转法轮呐，也叫做自转心轮呐。法轮转则心轮转，心轮转则智慧生，智慧生自然就能入江湖而见净土啊。庶民语言叫做山不转路转，路不转人转，人不转心转啊。最后还是回归到万法唯心造的一念心啊。这个道理就跟我们平常讲的身在地狱啦，心在天堂啦，身在秽土啦，心在净土啦，或看似魔境，实则佛境啊，道理都是相通啦。所以也可以说，天堂、地狱、佛境、魔境、净土、秽土等等，一切有为法，其实就是一种江湖啦。人生的真谛跟真理啊，跟哲理啊，实在是很奥妙啦。都是法法相通啦，道道相通啦。我们只要能够透彻其中一理呀，就能一理通万理彻啊。那其实这个也是我们学佛要进步的重要理念之一哦，也就是要先做到一门深入啊，最后自然能够触类旁通啊。那这种的体悟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啊。那不管你是贫穷还是富有，如果自认为是活在天堂啊，那就无佛可修了哦。如果自认为是活在地狱，那就无佛可成的啦。那天堂跟地狱的标准在哪里？那贫跟富的标准又在哪里？以前我们有分享过啊，有些人看起来是没有钱，但他从来不缺钱哦。有些人是看起来是很有钱，但每天在追钱。那这样到底哪一个人是有钱，哪一个人是没钱呢？那标准在哪里呀？也是一样，标准就在自己的一念之间的，标准自己定，不是别人定的，自己的心才决定的。所以贫者也有可能是贫中之富啊，那富者也有可能是富中之贫呐，就是在自己的一念之间的。有时候一下贫一下富，有时候一下富一下贫，有时候在天堂，有时候在地狱。早上还在天堂，下午跑到地狱去了。对，这个心变来变去，不是吗？所以学佛如果能入不二法门就能碰到天堂不迷恋，碰到地狱不哀怨，碰到佛境不留恋，看到魔境不烦恼，处在净土很感恩，处在江湖不糊涂。总而言之这个天堂跟地狱佛境跟魔境，净土跟江湖等等，都要能提醒自己不落两边。不落两边就是中间那就是时间、空间、
人与人之间的人世间依中道而行啦，不偏不倚啦。那朝这个正确的正道努力精进，这样才有可能成佛在人间啊。所以人在江湖也不一定会身不由己哦，这是因人而异啊，就看他能否心净国土净嘛。自我期许做一朵莲花，就不必怕入污泥了。如果还做不了莲花，那就提醒自己不要去入污泥。意思就是说，打不赢人家你就36计走为上策了，先保命要紧了，不要逞强了，否则后果堪虞不是吗？功夫够的人，他可以入是非而不被是非缠身，他也可以入烦恼而不被烦恼缠心，可进可出进出自如那功夫不够的人呢，即使人不在江湖他也会作茧自缚，而身心不由己很多人是这样在庸人自扰、自寻烦恼、自惹尘埃，不是吗？如果感觉自己已经是人在江湖，而心却是迷迷糊糊、糊里糊涂那这样当然就会身心不由己，那就会造成什么？无魂无体对，有体无魂这样就是心中没有主人的啦，所以事事做不了主啦，叫做六神无主心神不宁嘛这个要看每个人修炼的功夫了那现在这个功利主义的社会呢，大部分的人所在乎的跟所追求的呢，不外乎名跟利2个字。为了名利而产生许许多多形形色色的人生百态了，这个就是江湖。不过把它比较起来了名比利呢来得高雅一点如果要真的分的话啦，但有名的话还是免不了被盛名所累了，甚至被名相绑架所以名相也是江湖例如董事长理事长执行长、秘书长、部长、院长、会长等等，什么长都一样都要比别人承担更多的责任甚至要捐更多的钱，因为世俗中的权位或名相，即使人没到，钱也要到为什么？因为你挂了一个有权力甜头的头衔所以你要付出一点代价享受权力的同时，也会被这样的头衔绑架那有些人是被名相绑架，有些人是被时间绑架，有些是被金钱绑架，这些都叫做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啦。相反的，如果是人在净土身心由己，身心由己就不会被名利欲望所绑架啦。身心由己就是不为己、不为民、不为利，付出无所求这样不志不求、不卑不亢，才会有清安自在的人生我们如果仔细观察，会发现一个现象，就是很执着名位、职位或者是执着名相的人也会很在意人家呢是否对他赞叹跟赞赏其实这也是人性的弱点都喜欢听好听的话嘛，忠言谏言反而听不进赞叹他就喜形于色，那被批评被数落呢他就抑郁寡欢，很不开心。有些人明明表现得不是很好，我们还是要赞叹他让他往鼓励的方向去努力因为我们如果讲实话，他很容易受伤的明明有病呢，还不能开药给他那只能给他吃维他命或面对的是一个只能拿糖果当药医的病人吃不好也医不死这样子的人叫做掩耳盗铃、自欺欺人那这样即使佛陀或神仙在呢，也只能怎么涂炭呼呼拿他没办法实在是没法度虽然是没法度但是也不能放弃他即使师父碰到这样的弟子或者高僧大德面对根基不整齐的弟子也是要不舍众生他还是要尽量因材施教、观机逗教，即使教不来，也是要耐心等待因缘还是要照顾弟子的慧命，先用善巧的方式来赞叹他，
然后再用婉转的方式来提醒他啊，最后期许能够度化他，一步一步来了。这就是佛法所说的恒顺跟圆满的精神，也是要我们学习的地方了哈。那如何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保持自己的原则跟底线，而让自己生存下来并取得成功呢？这就是人在江湖中最大的难题啦。那我们把它总结一下，人在江湖啊，最具体的难题呢有以下5种，各位可以参考一下哦。第一个，权力跟道德的冲突啊，在江湖中，我们往往需要在权力、利益跟道德之间呢，做出艰难的选择跟取舍。有时为了生存或取得成功，可能会面对违背自己信念跟良心的压力哦。第二，人际关系的复杂，江湖中的人际关系错综复杂，有兄弟情谊，也有利益纠葛。在这样的环境中啊，如何辨别真伪，去处理这些复杂的关系，这也是一大挑战呢，很不容易啦。因为处在这个环境里面是身不由己啦。第三，应付不确定性跟变化莫测的局势。人群的江湖中啊，充满了不确定性啊，局势随时在发生逆转啊，因为计划赶不上变化，不是吗？所以应对这些变化需要适应性跟灵活性。那适应性跟灵活性，我们读书会前面谈过了啊，很重要。好，第四，自身的定位跟身份的认同。在人群的江湖中啦，个人往往会面临身份的迷失哦，跟自我认同的困惑哦，因为为自己换了脑袋，不是吗？所以如何在面对外在的压力之下，还能保持真实的自我啊，找到自己的出发心啊，这个是一个困难的挑战哦，没有智慧是做不到的啦。那第五，内心的平衡跟心理的压力。人群江湖中啊，会面对生存的竞争跟压力啊，这个会让我们心理上背负着很大的负担。因此呢，如何保持心中的平静跟平衡，来避免迷失在功名利禄跟名闻利养当中呢？这也是一门很重要的功课啊，因为这个也是江湖中的难题之一啊。总而言之啊，身在人群的江湖中，最大的难题在于呢，如何在充满挑战跟诱惑的环境中啊，既能保持心的笃定跟心不随境转，又能顺利的应对外在的种种考验呢？这个是我们要不断学习的心地功夫哦。功夫了得，就能以心转江湖；功夫不利，就会心随江湖转啊。有时候呢，我们会觉得人在江湖身不由己，那是我们不懂得做正确的选择啦。这个选择是指心念上的抉择跟转折，这个需要靠智慧去转法轮嘛，不是吗？选对了或转对了，转法轮转对了，即使是入江湖呢，也是心进江湖进了。那选错了或转错边呢，即使入净土，也会自己心中有秽土啦。所以人生的选择也是很重要啊，因为人生是一连串的选择，生命的经历是选择的过程。我们读书会有一集呢，就是讲选择嘛，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去参考了啊。那到底要这样做比较好呢，还是那样做呢？到底要这样想还是那样想？就像那个大文豪啊，莎士比亚讲的啊 ，to be or not to be 如果要这样想这样做，那就会出问题哦。如果不这样想不这样做，那也会出问题哦。那这样到底怎么办才好呢？到底要怎么选择呢？要怎么抉择呢？唯一可以帮助我们解决的有效方法是什么呢？尽量降低心中的欲望，过简单的生活。因为当你心中无欲或少欲的时候，就无所谓的要还是不要，有也好，没有也好。这个时候虽然人在江湖啊，一样可以选择自己的去向啦。好，我们今晚的读书会，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人在净土，身心有己，就讲到这里。祝福大家法喜充满，福慧双修。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